家好，我又来到了 Home Depot。今天来的原因是因为昨天我在挖地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根水管给挖破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 Home Depot 去找一下材料，看怎么样能够自己比较轻松简单的把这个水管给修补好吧。现在来到 Plumbring 可以看到这个 PVC fitting 还有 pipe fitting， 我们就在这一个 section 里面找。这里面有一些 picut， 它就是预先切割好的2尺长的一些管子，这样的话会使用起来比较的方便。要看你的尺寸，譬如今天我就需要一个1/2寸的这一个管，那还需要这样的一个 coupler。你可以看一下，它就可以相当于一个管套，然后把2根管子给连接起来。因为我的是一个转角坏了，我也会买一个这样的90度的 coupler。要记住是2边都需要是光滑的，因为这里有好几个不同的型号，我们要买光滑的。最后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胶水，就是把2个管道连接起来的胶水，你可以买任意牌子的就可以。差点忘了，你还需要这样的一个剪刀。那今天呢，我们需要用到以下的工具，包括是这种 picut 的 PVC 管，一个是胶水，还有这样一个转角或者是直线的 coupler， 应该就是一个连接器的意思。还有一个专门的剪子。Home Depot 也有卖这种是叫做 flexible 的，就是它其实可以弯曲的。但因为我今天是一个90度的转角，所以可能这种不是很合适。那我就给大家介绍如何用这种硬的管材去把它修补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这个位置呢，就是我挖断水管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是断裂了。好巧不巧，它是处于这样的一个90度的转角的位置。这一个断裂处也非常接近这一个拐角处，因此我们并不能直接用一个单线的连接把它修补，我们必须要整段裁出来，连这个转角的90度也要把它换掉。那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做一些工作，就是我们要把工作的地方给准备好。注意的是，准备这一个作业空间的时候，它的底部也要预留一定的空间，大概你看是5公分。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清洁一下这个管材，那我们用一个湿布把上面多余的泥土给擦掉。那我们其实是需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把这一个90度的角把它更换成这样的一个新的。那可以想象，我们如果有2根管子这样交叉，然后把它替换了，其实就好了。那顺序首先是我们要把原有的管道剪裁下来，因为我们等一下是需要预留空间去装这 coupler。你可以这样量度一下，在它的中线的地方，就在中间这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我们等一下剪裁，这边也是在这个位置。好，那我们做好记号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剪子把它剪了，这样一下一下的下去。OK， 你看，这一段就裁剪好了。那这边也是一样，大概在这里。即使是女生单手也可以把它处理好，好吧，双手吧，我还是 OK。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裁剪完毕。那接下来的话呢，是挺重要的，就是要把它量度这一个长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做模板，我们把它放在新的这个管道上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位置，然后就大概在这个同样的位置把它做一个记号。另外一边就同样的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原来的这一个把它放回去，它就有一个范围。那我们以这个作为一个基准，那大概量度一下。因为我们一旦是把它上了胶水，那就非常难以改变了，所以我们要在那之前要先把它量度好。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 cupola 中间，它其实是有一点空隙的，就是说你不一定要贴合的非常紧，所以我会稍微预留一点空间，让它能够更容易的弄上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裁剪这一个。我刚刚已经做了一个记号，像我说的，其实我们可以预留一点空间，让它们之间可以有点松动。那我们也这边剪裁一下，同样的，我们也留有一点空隙，大概是半寸或1厘米的样子。其实我们不怕它短了，我们怕它太长。这样。那我们真的上胶水之前，我们可以试试看，这样把它套进去。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这个管道是很久以前的，所以它比较涩。它不像是这种新的，它能够很容易旋进去。那我现在的方法是先固定这边，然后把它延长，弄一个转角，然后再固定这一个方向。那现在这一个就是那个胶水，首先是一个 primer， 给这一个区域也上一点红，涂一点这个 cupola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用这一个胶水，这样，好，看这个胶水。那我们现在作用就是先把这里，这样完整的粘一圈，然后用这个 cupola， 然后把它套上去。我尽可能往里面套，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它已经固定的很牢固。接下来我们还是用这一个胶水，然后给它的管壁涂上厚厚的一层粘一圈。那我们就往里面塞，一直到最里面。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了。上一个紫色的药水就是一个 primer， 然后在这个中间给它绕一圈，然后就把这一边套上去。接下来我是想尝试一下，假设是这样，这样就非常难以套进去嘞，因为这中间它的空间的容量很少，所以我们这一段管必须要剪的稍微短一点，让它可以前后推进。可能这3者要同时进行，就说这一段、这3段，它们是要同时进行的。我把这一个管子全部塞进里面去，然后你看它恰好能够在这个空隙。那我要做的是，我要既保留在左边这个部分，另外右边也同时能够过去，而两边都是堵上的。那怎么样做呢？就是我要在这边用一个铅笔给它做一个记号，然后把它取出来。你可以看到它大概有1寸左右的宽度。那我们两边都保留同样多的，就左边是半寸，右边是半寸，这样的话呢，能够左右都能够密封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因为这一段要同时进行，所以必须动作要足够的快。一旦上去了，就很难改变了。我们首先把所有的位置都涂一个 primer， 包括这个90度的拐角。现在是胶水的部分。好了，那我们都准备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把这一个塞进去，这一个套进来，好，用扁力，然后这稍微拉一下，让它是在两边都有的。好，刚才的工作已经做完了，那接下来我们需要的是耐心的等待，大概等半小时到1个小时以后，我们再开水测试一下，看它有没有漏。如果没有漏的话，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就完美结束。
这个自动灌溉系统现在是开始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修补好的水管，可以看到它没有明显的渗漏。你也可以用手在它连接处这样感受一下。OK， 非常好，是完全密封的，那就证明我们这一个是非常成功。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土面给回填了。我会注意在这个区域尽量不要种植植物，植物的根系有可能就会通过这个缝隙，然后进入这个管道内部，那就比较麻烦。毕竟这里的接口比较多，我们尽量避免在这个位置种植。我们可以在它的旁边，譬如在这个区域种植一些根系浅的植物，但是在它的上方还是不要种植为好。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了怎么样去把一个花园里挖破的水管把它修补一下。其实我第一次把水管挖破的时候，心情真的是非常的焦虑，觉得怎么办呢？然后也匆忙的联系一些去问价去报价。但其实这件事情完全是可以自己 DIY 的。我们只要通过合适的工具，可以非常短，大概在半小时以内，你就可以把这一个坏掉的水管给更替掉。那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对你有点小帮助。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或点赞。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